近日，普莱斯就阿富汗局势表示担心，称美国从未抛弃过阿富汗，只是迫于阿富汗形势太过紧张，而他们要考虑美军的人身安全，撤离阿富汗是他们的无奈之举。联系此次的一系列作为，美国这番言论能有几分真？在面对国际的声讨下，美国或自找台阶，而事实真如美国所说，撤离阿富汗是属于无奈之举。其实这不是第一次美国就阿富汗撤军做出解释。早前，拜登表示，美国去阿富汗的本意就是抓捕乌萨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丹，而不是去造福阿富汗。当目的一经达成，美军自然要选择退兵。俗话说，买卖不成诚意在，但拜登的话里却是敷衍满满。众所周知，美军早在2011年就将乌萨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丹击毙。时隔这么多年，美国才撤军，还是选择在这么微妙的时刻将往事重提，只能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让人多想，美军这么急于开脱或是侧面承认自己的失误，进如雄狮，退如贼鼠，美国的措辞的确让人看不出几分真心。当年进入阿富汗可是不请自来，而如今退离也是不打招呼，说退就退，而如今又说是迫不得已，但诚如其所说，美撤离阿富汗是属实无奈之举，都是受形势的所迫。从实际上看，美国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究其根本还是美的利己行为，其在阿富汗上看不到价值，阿富汗被抛弃属于在所难免。针对美国这种无耻的行为，有国际相关人士对此评论：屠杀已成，美国这是在开脱罪行，美国的失手已经酿成屠杀局面，不必急于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开脱，阿富汗人民已为你无耻行为买了单。更有甚者直言，神是你，鬼也是你。美国此行做了个错误的决定，终将会尝下自己所种的恶果。而美国撤离阿富汗行为真的是错误决定，如果真是这样，它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坏处？对此大家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摆脱掉阿富汗这个烫手山芋，可以让美国及时止损，避免在阿富汗这个泥潭中越陷越深。也有人认为是糊涂之举，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白白拱手相让，还会让自己遭受无妄之灾。据美政治网报道，美前总统就阿富汗撤军事件批评拜登政府，称其是个失败的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无可估量的。在他的谈话中，他为阿富汗形势感到担忧，为阿富汗人民表示深深的惋惜。除此之外，美内部人士就这个决定提出质疑，其认为这个举动不仁义，最后导致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从目前来看，美军撤离阿富汗确实遭到了报应，国际对美军的这种行为感到不耻，并越来越多的国家远离美国，害怕遭到美国的戏耍，和阿富汗沦为一样的境遇。但无论美国有何难处，阿富汗悲惨局势已经造成，此时美的急于推脱显得十分没有诚意，而早在美撤军时，国际已经对此寒了心。现如今美又在阿富汗撤军一事理由上不断挣扎，此举并不会为其逃避国际追究，只会带来更大的失望。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由美澳联合举办的2021年护身军刀海上演习将于本周正式开始。此次长达2周的护身军刀演习被外界认为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为此澳大利亚方面也是高度重视。正当演习即将开始之际，一艘神秘战舰正在前往护身军刀演习的海域。对于这艘神秘战舰的由来，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内部人士透露称，这艘神秘战舰是中国海军天王星号，是一艘辅助通用情报船。据了解，该情报船装备有先进的通讯系统，可以拦截和采集无线电信号。除此之外，我国还在该船上装有独特的球形天线，以保护卫星天线。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的说法，该情报船将留在澳大利亚海域，以监视护身军刀演习。但要按照我国的说法的话，那就是美澳军演开幕在即，中国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按著名军事专家宋忠平的说法，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这句话令不少国人捧腹大笑，但其实这早已不是我国第一次来而不往了。时间回到2019年7月，在上一次澳大利亚举行的护身军刀演习开幕的时候，当时也有一艘我国的情报船在旁观礼。但实际上，我国虽然确实派出了情报船前往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布甲，但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不同，尤其是在2个方面。其一，就在美澳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前不久，美国还派出军舰进入到我国领海周围，如果不是遭到我国海军的警告，说不定都有闯入的可能。那既然美军都想强闯我国的领海了，那这回轮到我国抵近侦察怎么了？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其二，
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是2年一次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该类军演举办的初衷就是针对我国，因此我国派出了情报船进行抵近监视，收集美澳海军的情报自然是件无可厚非的事。近年来，澳大利亚盲目跟随美政策，在我国进行正常军事活动的时候多次进行干扰，因此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说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对我国的情报船到访不是那么适应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去的太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出改正，保证未来让澳大利亚习惯他国船只在自家门口晃悠的感觉。自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今年4月份访问美国，并与拜登签署涉台问题的联合声明后，仿佛日本高官们都放飞了自我，并开始就台海问题接连发布挑衅言论。除了将台湾问题口误地称为国家之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近日还叫嚣道会与美国一起保卫台湾，而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此前也有过类似表态，声称要联合盟友一起保台。在这些高官政客们轮番登场之后，日本在最近又发布了2021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堪称是近期他们对台海问题的总结。据悉，这次公开的白皮书不仅新增了一些章节，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描述，日本方面还别有用心地将台湾部分直接从中国章节中剥离了出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彻底暴露了日本想要挑战一中原则的野心，和他们不惜赌上国运也要踩踏中国红线的明确态度。对此，中国无疑是被惹怒了。就在日本发布白皮书提到台海问题之后，4艘中国海警船就直接扑向了钓鱼岛海域。据共同社报道称，在7月14号上午10点左右，中国的4艘海警船相继驶入了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日本方面声称，这已经是连续152天在钓鱼岛周边发现中国船只，其中还有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断巡航钓鱼岛宣示主权，很明显是在警告日本不要继续玩火了。除此之外，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点名批评了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他警告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是有欠账的，并要求日本要重视中国的立场，同时还喊话台独分子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其言外之意就是在提醒日本，如果还想阻止中国统一，那必定也是死路一条。最后我们想说，在中国海警船直扑钓鱼岛之后，国台办也发出算历史旧账的警告，这种措辞在此前几乎从未出现过，足以证明日本这次真的是把中国惹怒了。或许现在日本应该要开始慌了，因为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如果他们再不收敛，那必将会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打击。到那个时候，中国肯定也会抓住机会，跟日本把那新仇旧恨一起清算了。日前，美国空军一架 C-146型战术运输机突然降落在台本土的松山机场。据消息人士透露，该运输机携带了一件重要外交邮件，在松山机场递交给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后离开。虽说 C-146型战术运输机仅在松山机场停留了37分钟，但是此举却是近几年来台美之间首次以专人专机的方式运交所谓的外交邮件。明知道当前台局势紧张，美国这个时候派军机降落台本土，不少媒体认为此举带有明显的宣示性运补的意义，向中国大陆发出美台关系友好的信号。要知道，台湾问题至今无法解决，就是因为美国及其身后的小跟班长时间不知深浅的挑衅行为。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仗着有美国撑腰，接连就台湾问题做文章，一度扬言要派出军事力量介入该地区，配合美国未来作战行动。尽管中方多次警告，但就目前来看，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如今美军机降落在台本土，足以说明美国一直都在赤裸裸地盯着中国，企图从各个方面挑衅中国。可话说回来，美国凭什么？未经中国允许，任何外军飞机降落在中国的领土上都是属于擅闯中国领空的行为。美国如此胆大妄为，已经实锤了擅闯领空。中国有权在捍卫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实施武力驱逐。如此说来，频频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玩火挑衅的美国，这次是想借此挨解放军炸弹了。中国好说话，但并不代表好欺负，尤其是擅闯中国领空、触及到领土主权和安全的，中国不可能没反应。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火力全开，严厉警告美方，解放军将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与此同时，吴谦还对台当局这种引狼入室的危险行为做出了谴责，再次警告台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确实，台当局的所作所为可谓是非常愚钝。如今的你们能够在祖国母亲庇护下实现富足，
都是因为有了历史上的伟人在前边铺路，结果你们却与外人狼狈为奸，这样的做法只会把台地区带向危险境地。当然，不管事态将如何发展，台当局或者美国又有什么动作，中国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阻止不了。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奉劝美国及台当局能够停止危险举动，同时好好想一下，若真惹怒了解放军，自己有没有承担后果的能力？现在岛内人怕是已经笑不出来，台当局这么作死，遭殃的只会是他们。或许就如外界所言，再这么下去，岛内民众想要平安无事，就必须要请中国帮一个忙了。至于什么忙，当然是祈求解放军能放他们一马。